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呢，我将会和你分享7个可以让你在2023年开始的副业赚钱项目。最好的情况之下呢，你还能够达到每一个月$1000的收入。同时这些项目呢，都可以让你不用因为地理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就可以做得到的副业的。那我会从3个维度来和你分析每一个副业项目，包括上手的难易度、赚钱的力度，以及这个副业能不能长久做下去的。嗨，大家好，我是少爷，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那当然，在还没有开始之前你必须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赚钱概念，那就是金钱呢是价值的交换。如果你今天想要赚钱的话，那你就要给别人提供想要得到的价值。就比方说我是这个 YouTuber， 那我需要这个影片剪辑，那剪片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呢你可以帮我剪出一个质量很高的影片的话，那我就会愿意付钱给你。这就是价值的交换，我付你钱，你帮我解决问题。总结来说，你要学会一个高价值的技能，然后再找到一个愿意付费的顾客，这个呢就是你副业赚钱的最基本了。首先第一个副业项目，写作。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是非常依赖互联网来寻找信息和娱乐的，因此呢，就有很多有趣、有用、有创意的这个内容。这时候呢，就产生对于内容创作者的需求，就是呢，我们可以透过创作内容来赚取收入。那不管你是什么生意都好，你都是需要内容创作的，可能是会计，可能是清洁的生意，可能是卖猪肉的、卖鱼的，又或者是线上的 business， 像是我这样做 YouTube 内容、做软体的，或者是写部落格的、出书的等等，都是需要内容创作的帮助的。同时呢，内容创作的人也是经营品牌非常重要的部分。那通过这个创建有趣、有价值、有影响力的内容呢，品牌呢可以在这个消费者心中建立一个积极的形象。那么这些内容呢，是跟产品或者是跟我们的服务的评论、教程或者是故事等等，从而呢增加我们的这个目标受众的这个连接。就比方说，很多的生意呢都会有一个网站或者是部落格来解释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帮助顾客来解决问题，而且通常呢也会有一些影片的呈现方式。那这些影片呢，内容也不是说要拍就拍的，通常呢都会先有一个内容脚本，再进行拍摄的。就像是我这样，到目前为止我也是一直在找这内容创作者来协助我做更多有启发性的内容，来帮助更多的人，来传达我公司和产品的理念。那对于这个副业项目呢，你可以怎样快速来赚到钱呢？其实还蛮简单的。首先呢，就是打磨你这一项技能，开始去学习产出内容，先去参考自己喜欢顶流的作者开始。比如说看一看我的这个影片的开头是怎样写的，里面包含了什么样的元素，然后从模仿开始，尝试写一篇和我类似的内容，发布到这个社群媒体上，去请求你的朋友圈来给你反馈，来提升自己这方面的技能。以我超过5年靠写作做到90万订阅的这个频道的经验来说呢，我觉得写作刚开始最重要的是掌握结构化思维，也就是说把一个非常无序混乱的思维呢套用某一个框架，然后把它给表达出来。就比方说今天如果我想要跟你说我改变的故事的话，那么我就会用时间的结构告诉你我开始是如何从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然后10岁的时候家被大火烧掉，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做苦工、辍学、逃课，然后呢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幸，一直到接触到改变人生的一本书《卡内基人性的弱点》，让我开始从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心态当中走出来，后来也因为自媒体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这个就是时间的结构来表达我的内容。那我也可以用 tips 的结构来表达内容了，比如说7个创业赚钱的项目，5个美股投资的步骤等等。那我还可以用金字塔的结构，比如自媒体创业这个主题，那我就会把它拆分成内容主题、影片制作和变现模式来解释。那么再拆更小的部分的话，那内容主题里面呢，可能就包括你的定位、你的影片主题、内容应该怎么写，而影片呢就包括了剪辑、缩图设计、SEO。而变现的这个大主题呢，可能就包括了变现渠道、行销漏斗、产品定位等等的。这个呢，就是用金字塔的结构。那么第2步呢，你可以免费的给你喜欢的这个创作者来提供内容，让他去试用你。如果觉得你好的话，再来谈一谈后续的合作。那我相信呢，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可以自己投稿给他们就好。那当你用这个方式开始有了第1单的这个生意，接着在第2单、第3单的时候呢，就容易许多了。再加上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AI 的工具来辅助，其实要做成一个专业的写手来赚钱，并不会很难。那以前呢，可能你自己写，一天呢只能够服务一个顾客而已。现在有了 AI
的这个辅助之后呢，一天呢你可能就可以服务更多的顾客了，所以赚钱的力度呢其实还算蛮高的。假设一篇内容$100的话，那一个月$1000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那这个生意能不能够长久的话，我觉得是中等，因为随着工作量的提升呢，你到了某一个水平之后呢，就会是你的收入的天花板了。除非你把它变成一个知识付费，或者是招聘员工把它变成一个 agency， 这样就可以长久下去。第二，文案写手。那当我们要卖东西的时候基本上都需要文案。如果你是对销售、行销、心理学、人性、行为洞察这一类领域呢是非常感兴趣的话，那其实呢你对于文案是很容易上手的。这边给你推荐的书籍就包括了 Robert Cialdini 的影响力、Sabri Suby 的这个 Sell Like Crazy， 还有 Russell Brunson 的 Secret Expert。文案的这个需求呢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对网络生意，只要你的文案呢可以提升某一个生意5%的转化率，一年下来基本上你就帮他增加了好几万美金的收入。就算是收个几千美金的这个费用，其实呢很多企业家还是很愿意去给的。当然这个技能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需要练习和实践，和写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文字呢是要成功的影响他人的行为的。你可以透过自己喜欢的 KOL， 同样的免费给他优化他的产品的销售界面，让他成为你的这个见证。而如果他成功了，那基本上接下来的生意就会水到渠成了。因为通常呢我们都是人以群分的，同行的圈子呢通常都会遇到同类似的这个问题了。就像是我做这个线上课程的，那我们的圈子呢每天都是在讨论行销漏斗、转化率等等这些的。如果有一个写手帮其中一个企业家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自然的他就会把它推荐给我们了。持久性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基本上，当你掌握了这个领域的销售模式，你就会有自己的一套方程式。然后呢，你只要跟着这个方式去做，那每次接不同案子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稍微调整就可以了。第三个，缩图设计师。那在网络上呢，注意力是最值钱的东西。不管是你这个 YouTube 上的影片缩图，还是产品的缩图，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一个好的缩图呢，可以让一个 YouTuber 多赚几百甚至几千美金的这个广告收益。那我自己本身做缩图啊，几乎都会用上1个小时的时间在琢磨，而且有时候做好了还不是很满意。也就是说呢 ，YouTuber 职业的这个盛行呢，就诞生了这个独特的工作需求，但非常不容易，因为你需要有现代符合某一个平台的这个审美，还需要有浓缩信息的能力、文案的能力，还有视觉的这个张力。然后你不能够太过标题党，偏离掉内容，也不能够太过普通，变得没有吸引力。但是呢，一旦你熟悉了这个领域的这个缩图风格，基本上做缩图的时间就会从一开始的2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到30分钟就可以做得到。而且呢，你的这个收费呢，基本可以维持在50到100美金这一个标准的。那能不能够持续做的话，我认为还好，因为呢，你需要花时间，每个影片呢都需要独特的这个创意。那不同的客户呢，也会有不同的需求。那如果你是有创意能力而且天马行空的人呢，就非常的适合。第4个，网页设计。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自学做网站来玩玩。那当时呢，很快的就接到其他同学的案子，一个网站呢，我就收费250美金，让他们去交作业。那这个技能呢，其实还蛮容易上手的。那基本上呢，就是你懂一些网页的 HTML 的这个概念，然后再找一些模板来做，按照这个需求呢，去调整一些图案还有排版就行了。那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定要软体工程师还是这个网页设计师才能够做网站的，因为其实是很简单的。特别呢，现在有很多这种 AI 的工具，或者是一些 plugin 等等的，都可以让你快速做出一个专业的网站。而且呢，商家呢都是很愿意付钱的。那像是我的自己本身的网站，我一开始是找 freelance 来帮我做，花了5000马币，然后呢，我觉得不是很满意，有很多问题。所以第2次呢，我就找专业的机构来做，花了2万马币，结果还是不满意。美是很美，但是呢，它就是没有 SEO， 人家搜索不到。所以第4次我就是让我这个有网页设计的背景的员工来弄，然后也是不满意。第5次呢，我找到了一个 SEO 的行销专家 Zack 来帮我弄。那其实呢，他也是用模板的，然后呢，我也请他改一些这个字体功能美观的。他跟我说他不会，不过呢，他懂 SEO， 所以很快就弄到流量了。结果我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几乎呢每一个比较正式的生意呢，都是需要网页来提升他们的品牌的。因此呢，网站设计呢，也是一个你可以开始赚取高收入的一个副业。那一开始呢，可能就会有一点难，因为呢，你需要有很多的摸索。但一旦你做了几个网页之后呢，你就可以复制自己原本做的样板，然后再稍微做调整，就可以交货了。第5个，影片剪辑师。
不管是什么生意都好，影片的需求是越来越大。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从接案做影片开始，然后开始自己的这个频道的。目前呢，我有接触到很多的企业家和老板，大家都是想要用影片来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提升曝光。有些呢，他们是自己做，然后放上去自己的这个粉专呢，就发现很多是没有声音，或者是剪到很奇怪，所以我是很想帮助他们，但是自己的剪辑师还有这个外包呢，已经帮我自己做都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也是非常爱莫能助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剪辑水平的话，也可以来私信我的 IG， 这样呢，我也可以帮你做一个资源对接一下。你看，这个影片的需求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当然会做和做得好也是不同的一回事。那虽然是很容易上手，但是呢，你要掌握每一个平台的这个影片风格。比如说 YouTube 有 YouTube 的这个风格 ，Reels、TikTok 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呢，你要掌握每个平台比较热门的剪辑手法是怎样的。每次呢，看自己喜欢的这创作者的时候呢，你就注意看看他们是怎样的呈现手法，然后开始尝试剪出他们的风格来，这样呢，就可以逐渐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同样的，你可以给自己剪了这个影片发布之后，把这些影片当作是你的这个 portfolio， 然后再 approach 这些商家，很快的你就可以接到案子了。但同样的，容易上手的技能就代表门槛竞争很大，所以呢，你要做得好才能够赚得到比较高的收入。那影片剪辑呢，可以赚得到钱，也不仅限于这个 YouTuber 而已。那很多的公司呢，都是需要有这个 corporate video， 或者是软体公司呢，它需要有一个操作的示范，或者是其他的产品影片、活动影片等等，都可以让你轻松的赚到钱。在这方面呢，能不能够长久，就要看你有没有掌握影片的这个节奏感。每次剪好之后呢，都要看一看，开头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钩子，让人想要看后面的内容，然后每个片段有没有废话是可以砍掉的，让整个这个节奏呢紧凑起来，不会看起来那么闷。其中就包括你对视觉信息力的提升，也就是用画面来表达重点的内容。所以掌握抓重点的能力和构图的能力呢，就非常重要。比如这边我给你看看我给我自己团队呢做的这个信息构图的训练，就有包括了二元法、阶段法、层次法、关系法、象限法和公式法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有助于你用视觉来表达信息的能力的。第六，虚拟助理 Virtual Assistant。VA 呢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比如这个社群媒体的管理、回复信息、email 或者 support 客户、写内容等等的。那我自己就有一个还会帮我发文做课程内容的。那现在呢是越来越开放的一种雇佣模式，所以很多的这个网络企业家呢都会有自己的虚拟助理呢来帮忙处理大小的事务的。大多数的这个 VA 的工作呢并不需要很独特的技能或者是资格，只要你有一些基本的电脑技能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就已经足够了。而且呢也很好开始，你可以到这个 LinkedIn 或者是你追踪的这个网络企业家 offer 他们免费做1个月的虚拟助理或者是实习，不需要付钱，然后告诉他1个月之后你看还需不需要我。当你可以帮他们减轻大量的琐事的时候呢，基本上呢他们就不想要你离开他了。那赚钱力度的话，收入我觉得还蛮可观的，因为对于生意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只要你可以向他展示在位期间呢你帮他节省了多少的时间成本，并且提供价值，那么他们一定很愿意支付你的。持续性的话，我觉得这份事业会花很多时间，而且呢你可能随时要 on call， 而这份工作呢通常都是用工时来计算多过于用成果来计算的，所以持续性的话还好而已。第7个，线上培训。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专业可以教别人，你随时都可以教年轻过你的对象。比如说很像补习老师这个行业，像是我们培训过的学员 Alan 老师，他是教这个历史补习班的，他从几十个学生做到100位学生，到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位学生，每个月呢都突破6位数的收入。这个就是教年轻过你的对象。他会历史，很多人也会历史，但为什么他做得好呢？就是因为他掌握了线上销售的秘诀。而如果你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像是我们另一位学员10月是恋爱占卜师，用塔罗占卜来帮人家脱单，那透过我们的这个高单价销售漏斗，一开课呢就做到了1万美金的收入。所以线上培训事业呢也是非常赚钱的一个行列。不过的确，前期的线上行销和产品打造的部分呢，的确没有那么容易。但一旦你做好了，将会有源源不绝的收入，可以让你做到5位数、6位数，甚至是7位数美金都没有问题。而且线上培训呢，也是可以让你越做越轻松、越做越值钱的一个事业。如果你也想要像 Alan 或者是10月还有其他的投入线上培训事业都做到5位数美金收入的伙伴的话，可以来加入我们的 MV 的培训计划。那我们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达成目标，避免很多的时间成本和冤枉路，简化你上手的难度。那我和线上销售专家佑呢，
就有做了一个研讨会，教你如何透过高单价的销售系统，打造出一个月入5位数美金的线上培训事业。如果你看到最后认为这是适合你的赛道的话，那我们也会提供一个免费的1对1咨询的机会给你。目前线上培训事业的趋势才刚刚开始而已。那根据这个权威报告 Global Market Insight 的研究显示，网络学习的市场呢，从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3000亿美金，而到了2028年就会去到1兆美金的产值，每年增长20%。我们处在的亚洲地区呢，更是会增长高达27%的。如果你想要抓住这一次的红利趋势，并且认认真真的给自己打造一份价值100万的网络事业的话，现在呢就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来申请报名的。当然，我们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那希望你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7个2023年最适合你上手的副业赚钱项目。千里于行，始于足下。了解的再多，如果没有行动的话，收入依然还是那么的被动。所以赶快行动起来。在我提到的7个副业赚钱项目当中呢，选一个来开始吧。3年后的你会感谢你今天敢于踏出第一步的自己。设定目标，行动起来，达成目标就是那么简单。就像是一位我想要恭喜的学员，他在2021年加入我们的特训营，设下了许多人生的目标。到了2023年，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过15项，并且持续成长当中。那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感动和庆祝的时刻，这就是行动的结果。最后呢，我也祝福正在观看影片的你，收入可以变得越来越多，生活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我是熬夜，我们再见。